穿越时间的使者。我们的祖先是地球上的最初规划者，他们就像编剧家一样，在诸世界与文明当中播散创造力与爱。他们具备这样的资质，他们喜欢精心编织各个世界，就像导体喜欢导电一样。我们的祖先也是你们的祖先，而且我们很愿意称呼你们为我们的古代家人，而你们确实是。我们的祖先把自己的 DNA 给予了那些最初规划者，这些 DNA 成为了人类 DNA 的一部分。我们昴宿星人来自你们的未来，在我们当下的一个版本当中，存在一个暴政与混乱的地方。我们看到地球潜在未来当中可能遇到同样的暴政与衰落。在3D 的实相当中，时间被大大的误解了。你们相信时间是以分秒来计量的，但是时间比你们所认知的要深奥得多。实际上，时间编码储存着信息，时间与信息交织着。你们可以通过拉伸、变形、弯曲、扭曲时间，同步地进入各种实相当中。你可以进入一条椭圆的时间曲线，通过在曲线上移动来体验多种实相，并且发现时间并不是固定的，实相也是如此。既然所有的实相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未来也具有不确定性，未来只是一系列的可能性。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机遇，在某个时刻可以为地球的未来注入一个更乐观的可能性。我们希望将圣光再次带回地球，恢复地球最初的用途，成为一个宏伟的星际信息交换中心。所以我们回来到这个时间段，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核心或者可以播种的地方，让其改变。这个转变不仅影响到了地球，还会影响到你们的未来。这是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你们来到地球的时间正是进化迫在眉睫之时。你将参与一个重大的飞跃，而且你并不是一个人，还有许许多多的能量来到地球，参与到这个宏伟计划之中。有众多星际母舰正环绕着这颗星球，进行着能量传导。有一些光柱来自与地球世代相伴的古老星系，这些还有编码的光柱正在强劲地传送到地球。当含有编码的光柱传送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的身体必须能够接收、转换、放大它，然后再把这些信息传递、分享给其他的人。你们中的很多人将会与这些母舰建立心电感应，这就像拥有自己的调频广播台一样，能够随意调频进来，获取大量的信息。这是超意识的进化，进化智所存在的至高面向。你不需要为如何成为这样的存有而担心，因为你已经是这样的存有了。你需要做的就是回忆起这些。在和谐汇聚运动发起的时候，地球周围的帷幕已经被移除。你们一直以来被来自外太空的能量所照射，随着接收能力的提升，能量也将不断的增加和加强。你们的进化正在急剧的加速，现在每一年的成长速度要比以前10年所积累的
还要多。感受一下，几年之后你能达到什么水平？感受一下，你将会成为谁？这些体验就好像是你在10年里度过了100年那样。记忆和其他许多的东西将会涌现。你们中的很多人会乘坐飞船去太阳系的各个角落旅行。当你们进入光之时代，你们闻所未闻的新世界会向你敞开。你们已经度过了其他几个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等。而这些时代则与播种、栽种、培养，并将各种生活的可能性带入3维世界相关。将会有一个过渡，会发生维度转换，从而削弱3次元的密度，以便你进入更高的维度。在那里，身体并非是这样稠密。你们来到这里是希望掌握并体验进化的过程，这令人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你会在不同的实相当中进行运作。所有的答案都藏在你的内心，问题自头脑中浮现，以便你可以从内在找到答案。为了可以获得这些答案，首先你们必须要相信，所有的答案都储藏在你的内在。当下，人类正在学习一门伟大的课程，这个课程就是认识到你们的神性，你们与最初造物主的连通性，你们与万事万物的一体性。这门课程就是要认识到万物都是连接在一起的，而你就在其中。纵观整个时空，浩瀚宇宙中，在不同的维度上存在着许多的文明，很多文明从一开始就见或不断地存在于地球。不仅仅是我们卯宿星人前来协助你们，我们不过是一个来自一个星系的团体而已，还有许多团体出于各种原因来到这里。大多数的外星生命是为了你的扬升而来，但是也有一些另有所图。你们的历史经历过许多特殊的时代。很久以前，你们中的许多人通过星际能量或者与更高维度的合作而参与地球上的事物。你们完全的知道地球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有多少次沧海桑田，有多少次接受过星际援助。当那些可以促进你们进化的天外来客被描绘为神的时候，真相就被扭曲了。正如孩子们去崇拜那些可以完成他们自己做不到事情的人一样，你们的社会用同样的方式创造了神，而这背后的概念正是你们来到这里所需要改变的范式之一。3次元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它允许建立强大的限制。通过这些限制，结构得以成型。通过这个过程，你进行创造，并且了解到你是造物主的一部分，理解造物主渴望去体验。你们是伟大的存有，你们是光之家族的成员。你们此次来到地球，是为了制造转变，帮助地球进行过渡。在这个过程当中，爱就是关键，是爱组成了宇宙。当下地球的科技会遭遇到瓶颈，因为人类还没有了解到爱是高科技必须的元素。能量可以呈现任何创造的形态，但是当一个人使用的是贪婪、
憎恨以及偏离光明的情绪时，它可以前进的空间有限，对于那些振动层次来说，只能得到那点信息。爱是构筑一切的基石，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有可能。神圣计划就是带回光的概念，光就是信息，爱就是创造力。这个计划的实现需要光之家族这样的叛逆者进入一个深陷黑暗的千万年之久的系统当中，并且去改变它。我们也是叛逆者，正如我们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体系也需要转变。通过不同体系的光之家族，我们像衔接的桥梁或者链接一样，从而改变我们自己的系统。你们通过爱和责任感提升自己的意识，这也滋养着我们，充实着我们，拓展着我们的意识，让我们能够继续进化。因此，我们也是你们的朋友和向导，来帮助你们，就像你们帮助我们一样。这个转变会引导你们去往何处？我们希望看到你们能够有意识地去构建世界。你们正在准备播种，在规划新世界诞生的时候，你们会成为播种到新世界的种子，因为你们的记忆当中存储着地球历史。你们将在新世界中教导他人，并且有意识地保持方向，这样世界就会往它该前进的方向运作。你们正在参与的是一个巨大的计划，你们抓住机会，在一个挑战性的时代来到一个挑战性的地方。你们那是确信自己可以完成这一切，同时在来到地球之前，你们被告知会有很多的援助，以及在你们发展的各个紧要关头，各种拥有不同能力的存有会出现在地球上，触发你们，激励你们，并且去提醒你们，而不是去替你们完成。我们也是众多的触发器之一，一个催化剂。当你听到卯宿星人这个名字，你会感到一种连接，因为我们正在帮助你，让你自己的信息、自己的知识从内在显现出来。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跟你们合作，提醒你们真正的自己是谁，以便你们能够找到自己灵感的伟大源头。如果我们可以给你们每个人分派任务，或者指定一种存在的方式，我们就请求你成为灵感。当你们能够用这种能力活着的时候，能够成为周围人灵感源泉的时候，你就活出了自己的光，而这意义深远。要记住，我们和你们来到这里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在这里共同的进化，创造一种新的振动频率。我们希望在人们进化的时候，打破那些固有的信念体系，也就是每个个体都是独立存在的。不管你以前有什么信仰，我们想通过给予你震撼内心信息，来创造一个光之使者的角色，还要创造一个和谐合作的游戏。我们这个与你们对话的团体，打算在我们的履历上加上一些有趣的经历。当我们于1988年首次进行对话的时候，我们的集体是由50到75位存有所构成的，一些存在于物质层面，还有一些存在于非物质层面。我们都是卯宿星人，我们的人数日益壮大。现在我们有来自不同星系的超过100位存有构成。我们现在可以被称作卯宿星人 Plus。
在我们的实相当中，也有些人不相信我们可以完成我们跟你分享的这项任务，他们觉得我们太过冒险，他们呈观望的态度。你们中也有人认为我们在这里散播恐惧，但是我们不这样看，我们并不想吓到你们任何中的一个人，我们只是想告诉你们一些事情。如果你身处暗室，听到奇怪的声响，会显得很可怕。然而，如果你打开灯，查看声音的来源，就不那么可怕了。我们是想告诉你们，你们正在应对什么。光是信息，无知是黑暗。我们希望你们处于光之中，而不是黑暗。我们与你们一同工作，我们希望意识由此得以进化，朝着更多自由意志和表现形式的方向。正如你们的使命是改变自己身处的系统一样，我们也要改变我们所处的系统。我们不是毫无目的，我们说过，我们来自你们的未来，而且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们需要你们，就像你们也需要我们一样。你们作为光之家族的成员，可以在实相的链锁当中安置、实施或者插入一个新的可能性，并且在今后的20年里扭转乾坤，因为你们实实在在地居住在地球上。只有通过你，大转变才可以实现。你们现在做的会深远地影响着我们。地球上现在发生的一切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们。通过共同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给予帮助、教导，并且进化自身。我们带来自己版本的故事，是为了带领你进入更高的意识。我们不希望说这个版本，或者说只有这个版本才是描述现实的。要知道，整个教导的设计出于一个伟大的目标，而我们讲述的故事是为了帮助你达到更高的意识层面，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选择的措辞以及我们所涉及的概念，会触发存储于你们内在深处的编码。你们的身体正等待着问题的形成，以便与内在的答案产生共鸣，这样体内的记忆细胞才会开始想起他们早已经知道的东西。当我们跟你们讲话的时候，你们就会记得。和你们交谈，我们希望你拓宽对现实的定义，然而永远不要照表面意思理解我们所说的，要去跟随我们创造的更大进化螺旋，以便你看到更大的图景。永远不要只看到我们观点的定义，因为我们仅仅是来打开你的思维范式，摇晃困住你的笼子，这样你便开始激活真知，也就是那些存储于你们体内的真正知识。这是数据存储之处，我们前来帮助你唤醒它。我们抛出观点，由你来思考。我们希望你不要执着于某个观点，同时也要拥抱你怀疑或者恐惧的。要知道，当你面对自身所谓的黑暗面或者阴暗面的时候，你就创造了一个释放相关一切的机会。这也回到了最初，也就是最终的原则：思想能够创造。不管你身处什么状况，都是你的思想所导致的。也正是思想创造现实，这一信念将会转变你的体验，转变地球的存在。
我们建议你质疑那些过度定义或者说话过分绝对的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听某个人的故事，然后用心去感觉真假，他对你有益，有利于你的提升吗？我们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做，完全取决于你们。我们给你信息，然而如何去处理，完全取决于你，是你掌管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我们。作为讲故事的人，我们感到自豪，我们呈现数据的方式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与轰动效应。然而，从我们这个角度讲述的故事，绝对不是唯一的版本，不是结局，也不是唯一的真相，它只是一个片段，在全景当中的一小块。不论我们现在和你们讲了什么，我们保证1年之后会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因为1年以后，你将能够从更广的视角去理解事物。所以，故事一直在展开和进化着。你的任务就是从故事当中寻找自己的身份，找到你知道什么，而不是你想要相信什么，或者说你被告知了什么。重要的是相信你所知道的，因为知晓这些会让你与造物主重新连接。随着你们回忆起自己的角色，你们每个人都会得知你们人生当中有一些事情将要发生，是你们自己选择来到这里的。你们怀揣着使命，要把记忆带出来，并且把人类存在的价值带回到创造的最前沿。你们是被需要的，生生世世，你们在为这个使命而受到训练，而你们也并不是毫无准备的。你们所要知道的一切，都蕴藏在你们的内在。你们的使命就是回忆起曾经受到的训练。你们这一生不是来学习新知识的。我们先前说过，这一生你们是要回忆起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我们则是来提醒你们的，因为这些也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